男友家来下聘那天，我拎着箱子直奔警察局，未来的公公婆婆慌作一团。只因上一世，我在闹离婚时才发现箱子里的66万彩礼只有2000块是真钞。婆家上诉索赔，因为赔不出这66万，我被公婆搓磨，被男友活活打死。这辈子谁也别想占我便宜。亲爱的朋友，你好呀。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正窝在沙发里放松，还是在某个安静的角落想暂时逃离外界的喧嚣呢？无论你身处何方，此刻请试着放慢呼吸，欢迎来到心灵小书馆。这里没有厚重的典籍，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一本本藏着温柔与力量的小书，和一段专属于你的与心灵对话的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远景叔叔，我今天订婚，男友家送来了66万彩礼，但这笔金额太过巨大，我内心有些不安，想在这将彩礼箱子打开，让大家帮我做个见证。刚跑进警局，我就将手里的箱子放在桌子上，准备当着远景的面打开。住手！男友顾言迅速地跑进来，将手按在箱子上，额头还冒着汗水。陈婉儿，你疯了？今天大好的日子，你跑警局来干嘛？你不嫌晦气，我还嫌晦气呢。晦气什么？我假装不解歪头看着他。警局是最有正义感的地方了，你为什么会觉得来这里晦气？你也知道我的家境不算很好，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66万现金，怕有什么意外来找远景做个脸整没问题吧？还是你心里有鬼，所以才一直想阻止我？顾言眼底闪过一丝心虚，但还是振振有词。你就是不信任我，我们这么好的感情，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你要是非要在这里把箱子打开，那就分手。还记得第一次见面谈彩礼的时候，顾言家大方地表示我父母养育我多年辛苦，为了表示他们家的求娶的诚意，主动将彩礼定到66万。上一世也是今天，顾言家拿着装着66万彩礼的箱子上门，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就去领了结婚证。可结了婚我才知道，原来顾言有家暴史，前2任对象都是被他打跑的。我不想成为第3个倒霉蛋，坚决要离婚。顾言让我归还彩礼，可我回家将钱从保险箱中拿出来才发现，整箱彩礼只有最上面几张是真钞。我对顾言的信任变成了他刺向我的利刃，因为拿不出66万归还他家的彩礼，顾言不仅不愿意离婚，还搅黄了我的工作，跑去爸妈的学校大闹，说我家诈骗。爸妈觉得丢人，一时间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钱，不让我离婚。我最后被顾言家暴致死，好不容易得来的重生机会，我又怎么会重蹈覆辙？当即不管顾言的意见，直接将箱子打开。顾言，怎么回事？这钱为什么只有最上面几张是真的？我将里面的练功卷全部拿出来，摆在众人面前。顾言，我家不是非要这笔彩礼，你拿不出来，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拿假钱来骗我？彩礼都要用假钱，难道你对我的感情也是假的吗？我做出一副被伤害到极致的样子，语气里都带着哭腔。围观的远景和吃瓜群众面面相觑，谁都没料到是这个结果。别哭了，丢不丢人？我只是听说订婚宴上人多手杂，怕这些彩礼被人偷偷摸走了，所以才会用练功卷来代替。真正的彩礼都在卡里存着呢，你先跟我回家再说，亲戚们都还在家里等着呢。顾言觉得丢人，铁青着脸要来将我拉走，我避开他的手，躲在远景身后。我不回去，真正的彩礼在银行卡里的事，你刚才怎么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又在骗我？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你了，我要跟你分手。要不是你家非要66万彩礼，我至于这么弄吗？
你们一家3口年收入加起来都不一定有66万，这不是想通过卖女儿发家致富是什么？可能我要分手的话刺激到了他。顾言用手指着我控诉，你到底是爱我的还是爱我的钱？难道我要让我爸妈这么大年纪了还去低头帮我借彩礼钱吗？你那玩意是镶钻了吗？要卖这么贵？顾言这番话一出，本来还在气愤他用假钞骗人的围观群众们将视线都转移到我身上。小姑娘，这就是你家不对了。66万呢？不是66块，哪里是普通家庭能一次性拿出来的？这都不是结婚，是结仇了。我看又是个伏地魔，肯定是家里有弟弟，卖了女儿好拿着这笔钱去给弟弟买房子呢，还是做女人好，结个婚就能发家致富。怪不得郭家一直要打击天价彩礼呢，打击的就是你们这种人，辛辛苦苦抚养儿子长大，还要给他买车买房出天价彩礼娶媳妇，上下嘴皮一碰就想把人家大半辈子的积蓄都拿走。凭什么？见大家都在为他说话，顾言一家嘴角扬起隐秘的笑意。闭嘴，都是家里的事，你为什么非要拿出来给外人看笑话？你不嫌丢人，我们还嫌丢人呢。大家放心吧，我们家就玩这一个孩子，没有弟弟，男方家带来的彩礼都是要给他带回去的，我们还会另外给他1辆车和10万块现金作为陪嫁，不是卖女儿。匆忙赶来的爸妈觉得丢人，连拉带拽就想把我弄走。我知道，他们清高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被人戳脊梁骨。现在这个场面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上刑，但我也清楚，现在我绝不能走。要是走了，我家逼着顾言拿天价彩礼的锅就甩不掉了，我也会像上辈子一样，死在顾言手里。何况我早就看到围观的人群中已经有人偷偷开了直播，不管我们想不想，都是要出名的。顾言，你现在倒打一耙是想混淆视听吗？难道你拿假钞骗我家的事不是事实吗？我家从来没说过要这么多彩礼，是你自己说要黑真得多的，现在给的又都是假钞，我合理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新型诈骗？骗我跟你结婚之后要和我离婚，最后让我赔你家这66万彩礼。还好我今天拿着彩礼箱子直接来了警局，要是没来，大家是不是都认为我家收了你家66万天价彩礼了？拿2000块换66万，你可真会做生意啊！现在的反诈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此时又是在警局，几位员警立即反应过来，拉着顾言就开始审问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员警的逼问下，顾言这才不情不愿地承认假钞就是他故意放进去的。顾言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双膝跪地朝着我爬过来。婉儿，我错了，我只是太爱你了，一时间又拿不出这么多钱才会出此下策，求求你不要跟我分手，以后我发了工资一定全都给你，你说东我绝不往西，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骗你了。顾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见我面膜表情又开始扇自己巴掌，边扇边哭。旁边几位50、60岁的大妈被他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为他说好话。小姑娘，你对象也是因为爱你，脑子昏了头才会想出这种损招，你就原谅他吧。是啊，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他都愿意给你跪下认错了，证明他是真的爱你，你就原谅他吧。本来也没多大的事，反正你家原本也没打算要什么彩礼，事情说开就好了。难得有情郎，有这么个爱你的人，你就嫁了吧。大家都被他这痴情的模样感动到了，有感性的甚至在悄悄抹眼泪，只有我不寒而栗。因为上一世，顾言每一次打完我之后，都是这么跪着跟我磕头认错的，只不过他当时嘴里保证地是再也不会打我了。事实证明，男人的承诺就是个屁，不然上辈子我就不会被他活活打死了。顾言，
你做梦吧，我就是死，也不会再和一个耍心机骗我的男人在一起。你这种连给女方的彩礼都能拿来着做文章的人，活该单身一辈子。就你这样动不动下跪的软骨头，别说和你结婚过日子，就是多看你一眼，我都嫌脏。不知道是哪句话刺激到了顾言，他竟然直接从地上爬起来，不顾众人诧异的目光，挥着拳头就朝我打过来。我急忙躲开这一拳，可又被他猛地一下扑倒在地，死死地掐住了脖子。你不嫁我，彩礼你都收了，你凭什么不嫁我？顾言一只手掐住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挥着拳头，用尽全身力气往我头上砸。事情发生得太快，现场的人都来不及阻止，硬生生挨了一拳。又被大手掌掐住脖子的我，仿佛又感受到了上一世临死前的绝望。好在这是在警局，反应过来的远警很快将我从顾言手里救出来。爸妈也被顾言此时癫狂的样子吓了一跳，连忙将我拉到身后紧紧护着。老实点，在警局你还敢打人？你最好祈祷这位小姐能答应跟你和解，不然你就进来陪我们喝茶吧。还嘶吼着要来打我的顾言被一位年轻的远警从背后一脚踹在膝盖位置，他一个踉跄又跪趴在地上。顾言此时也反应过来这是在警局不是在家里，开始害怕起来。宝，我错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到你要跟我分手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不想跟你分手，对不起，是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打你了，你不要和我分手，你不就是想要彩礼吗？我给你，都给你，只要你别跟我分手，我把我家里的钱都给你。顾言上一世给我造成的阴影太大了，此时他越是示弱求饶，我心里的恐惧就越大。我们是大伯母介绍认识的，从相亲、确认关系，再到谈婚论嫁也不过3个月的时间，根本没有多深的感情。当时只是觉得他挺合适结婚的，家里又一直催就答应了。事实证明有些事不能妥协，上一世就是因为这个合适，让我白白送了一条命。这一世说什么都要和他划清界限。顾言，早在你欺骗我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分手了，还没结婚你就打我，我还敢跟你结婚吗？我还没犯贱到把自己当沙包送上门给你打的地步。我不和解，远景叔叔，我要让他付出代价。顾言阴沉沉地看着我，陈婉，我知道你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单位，你要真的想毁了我，就别怪我做出什么事来。软的不成？顾言开始威胁我，情绪变化之快，让大家都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有精神分裂。这小子长得人模人样的，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人，看着跟个疯狗一样。谁说不是呢？还好小姑娘清醒，知道来警局求助，要是结了婚，什么时候被打死都不知道。这还是在警局呢，又是打人又是威胁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黑社会的，太恐怖了。家里有女儿的，以后让他找对象一定要擦亮眼睛。小姑娘，你可千万别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这样的男人要不得。我重重地朝着他们点头，各位大爷大妈放心吧，我们已经分手了，我是不会再跟他在一起的。不仅如此，我还要让他为刚才的行为付出代价。顾言没想到一向软绵好说话的我来真的。陈婉，难道你真的要逼死我不可吗？你现在让远景把我关了又能怎么样？我始终有能出来的一天。放心，你不会再有机会出来了。就在顾言大放厥词时，门口进来一对双鬓斑白相互搀扶住的夫妻。顾言回头，被这突然出现的2个人吓得瞳孔震惊。我大松了口气，他们终于赶到了。远景先生，我要报案，我怀疑眼前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女儿。夫妻俩的手指直指还在地上跪住的顾言。
本来远景还拿不定主意，打算先将人带进来询问一番，可顾言自己心虚，看到他们后拔腿就往外面跑，于是再一次被扑倒按在地上。回家路上，爸爸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想问我为什么会和刚才那对夫妻认识，可我只能沉默以对。我总不可能告诉他们我是重生回来的吧。上辈子婚后我被顾言带回他的老家，他喝醉说梦话，我才知道他之前还有过2个前任，第2任发现了他出轨，闹分手时被他失手打死，丢在山沟里。恰好前世我看到过这对夫妻发的寻人启事，意识到顾言杀过人后，情绪惊慌失措的我被顾言察觉，他担心我报警，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也将我打死，丢到那个小山沟里。所以重生回来后，我在来警局的路上就立马匿名联系了这对姓何的夫妻。顾言的家人远比我想的还要不要脸。我们从警局回家第2天，大伯母就带着顾言的父母敲响了我家的门。天杀的，赶紧想办法把我儿子弄出来，要不是你非要报警，我儿子怎么会被关在警局？你这个扫把星，要是我儿子有个什么好歹，你这辈子都别想进我家的门。我嘴角忍不住微微抽搐，他们是哪来的自信，觉得发生这么多事之后，我还会和顾言结婚？这位大妈，你是谁啊？我们认识吗？你儿子被关在警局跟我有什么关系？顾母拉着个脸，张牙舞爪的就要朝我扑过来。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收了我家的彩礼就是我家的儿媳妇，现在还敢装作不认识我，看你进门之后我怎么收拾你。还有你那2个不要脸的爹妈，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赶紧把我儿子捞出来，不然我就天天来你家闹，闹得你们永无宁日。大家快来看啊，这人收了我家66万的彩礼，还告我儿子强奸，把他送进警局，现在看我儿子还关在里面就不认账了。大家快来评评理啊！国人都有看热闹的爱好。顾母嗓门又大，没多会狭窄的楼道里就挤满了人。爸爸怕丢人，拉着顾母让他进屋说，可顾母却认为爸爸心虚，脸上的表情更倨傲了。有什么事就在这说，让大家评评理。你们今天要是不把我儿子弄出来，我把你家房子都掀了。我脑子一转，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你儿子被抓那是他活该，有你这样的妈，他进局子是迟早的事。反了你了，你敢这么骂你丈夫，我打死你这个没家教的东西。顾母扬着手就要朝我扇过来，我边躲边往家里跑。小贱人，你给我站住！就你这样连儿子都不一定能生出来的老女人，我儿子能看上你是你的荣幸，你居然还敢报警！我儿子长得人高马大，哪里配不上你这个小贱蹄子，还敢把他送到警局！我告诉你，丈夫就是你的天，他就是要把你打死，你也得乖乖受着。顾母的思维跟那老太太的裹脚不一样，又臭又长，不知道的还以为从哪里跑出来的封建余孽，追不到我。他捞起我家客厅摆放的东西就往我身上砸，听到了楼下传来的警笛声，我放慢了自己的脚步，任由顾母的巴掌和拳头朝我挥过来。人在极度生气的时候力气是很大的，我被顾母打得龇牙咧嘴。在我忍不住要反抗的时候，远景终于到了。住手！顾母被这一声暴喝吓得手上的力道都重了2分，而我也狠心咬破自己口中的软肉，将一口血水从嘴里喷出来。远景叔叔，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冲上来就开始打人，我家也被他们砸成这个样子，你要替我们做主啊！不，是这个小贱人反咬一口将我儿子送进牢里，我们是来要说法的。刚刚还嚣张跋扈的顾母此时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浑身颤抖。出警的远警就是昨天全城围观彩礼事件的2位远警，此时他们对顾母3人也没时磨好脸色。
闭嘴！私闯民宅，故意伤人。你瞧瞧，小姑娘被你打成什么样了？还是先跟我们回警局配合调查吧。我坐在警车上，疼得哎呦哎呦直哼哼。年轻一点的小员警一脸担忧地看着我，和老员警请示了一番后，带着我先去医院验伤。我在医院花着顾家的钱，将自己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个遍。等我们验完伤回到警局，天都快擦黑了。提心吊胆半天的顾母上来就软着语气，说要跟我和解。想要和解也可以，但我被你殴打成脑震荡，必须要请假一段时间静养。你们需要赔偿我的医疗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我家的财产损失，共计8万块。只要你现在给钱，并保证以后都不会再来打扰我家的生活，我就答应跟你和解。要么赔钱，要么坐牢，你自己选吧。顾家没钱，或者说顾母没钱，他的钱都在顾岩手里，所以他将视线看向了站在一旁看戏的大伯母。当初是你说这家人好糊弄，非要把他介绍给我儿子的，结果呢，弄得我家鸡飞狗跳，这钱必须得你出。大伯母的脸跟吃了大便一样难看，没想到只是跟着想看我家的热闹，就被顾母这个无赖赖上了。我没钱，没钱也得出。要不是你给我儿子介绍的这个母夜叉，又怎么会发生这么多事？我不让你想办法把我儿子弄出来就是好的了。赶紧拿钱！大伯母拿撒泼耍赖的顾母没办法，又将视线放在我身上。婉儿啊，顾岩就是年轻气盛了些，所以才会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但他长得又好又能赚钱，脾气急了些也没关系，等你们结了婚你再慢慢教他就是了。都是一家人，何必闹得这么难看？你年纪也不小了，女人年纪越大越不好找婆家，再耽误下去，你连顾岩这样的都找不到。被关起来的是他儿子，你婆婆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农村妇人，肯定又急又乱，这才做出刚刚那种蠢事。她现在已经知道错了，听大伯母的，大家各退一步。顾家不计较你害顾岩被关的事，你也别计较今天的事了。等顾岩出来，我们再给你们办个婚礼，大家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来年你再生个大胖小子，这辈子就圆满了。我看着对我循循善诱的大伯母，内心止不住的发冷。我理解不了人的嫉妒心为什么会这么犟，就因为他嫉妒我爸妈感情好，就要将我往火坑里推。细想以前发生过的事，我家倒霉的时候，桩桩件件背后都有这个大伯母的身影，包括我和顾岩的相亲，也是他们故意的。他们一个图那2万块的没人钱，一个想娶老婆，最后只有我无辜丢了命。要不是我有上一世的记忆，恐怕也会跟爸妈一样，觉得他是真心为我们好。大伯母，你既然觉得顾岩这么好，那等他出来，你让表姐嫁给他吧。表姐比我还大2岁呢，这么好的男人要先给表姐留着，这怎么行？顾岩可是会打人的，怎么能让青青嫁给他？大伯母惊呼出声，脸上都是不情愿。我当即拍桌而起，警局的桌子被我拍得震天响。原来你也知道被打人的男人要不得，不能让表姐嫁给他，那你凭什么还我要去受这个苦？我还没问你呢。你说顾岩是你娘家远房亲戚，那他打跑了2个对象的事，你肯定多多少少也有听说过。你为什么还要把他介绍给我？你就那么恨不得我去死吗？大伯母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爸妈看着这样的他，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只能失望地表示，以后绝不允许大伯母再上我家的门。大伯母和顾母都觉得这钱不该自己来出，两人为了争论这笔钱该谁出，大打出手。我找了个安全的位置，坐着就开始看戏，看到精彩处还忍不住指点2声。去拉架，但平白挨了1巴掌的小员警回头一脸怨念地看着我。陈小姐，
你能不要再拱火了吗？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看热闹习惯了，这就帮你们解决。说完，我就对着还在互殴的两人大喊了一声：别打了，你们就是在这把人打死，这钱也得给我。别以为故意当着我的面打个架，这钱就不用还了。大伯母跟顾母尴尬地对视一眼，松开了拉住彼此头发的手。你这丫头说什么呢？我们这不就在讨论谁来出这个钱吗？我无视一脸讨好的大伯母，对着顾母说道：商量好了吗？还和不和解了？不和解就别耽误我时间，自己去牢里反省去吧。闹腾了一天，我肚子早就饿了，想早点回家吃饭。商量到最后，这钱顾家出了5万，大伯母拿了3万。收到钱后，我当着远景的面签下了谅解书，但看着他们激人的脸色，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只能安慰自己先走一步看一步。我没想到有人比我更担心我的人身安全。在社区楼下看到小远景时，我还一脸恍惚，然后自那天起，每次我出门，身边都多了个小跟班。他跟了我半个月之后，我还是没忍住开口：如果在顾岩那末找到你们想要的，可以把他父母作为突破口。警方查案有自己的流程和手续，我不信自己有那么大的魅力，能在那种极为尴尬和狼狈的场合，还能让一个年轻有为的远景对我另眼相看。所以我把这些天小远景的行为归咎为警方对我这个证人的保护。毕竟那天我给姓何的那对夫妻打电话用的是自己的电话号码，在他们那能匿名，可对远景来说，想查到我很简单。小远景愣了一瞬，还是顺着我的话问道：你怎么知道从他们那能找到线索？我猜的，顾岩杀人这么大的事，我不信他们作为父母的会一点都没察觉到，而且他们在那生活了一辈子，远比顾岩这个年轻人清楚哪里更适合藏匿尸体。你们找不到尸体，可以从他父母那入手。我知道警方已经对我产生了怀疑，可那又怎样？只要我不松口，没有人能猜得到我是重生回来的。何况我说的也不是假话，哪怕杀人的事和他们无关，可他们养出了个杀人犯的儿子也是事实。那他们包庇顾岩帮他藏匿尸体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最主要的是，凭什么受害者家属整天以泪洗面，他们施害人家属却能美美隐身，毫无影响地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我不允许，这一家子烂人都应该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我以为从我嘴里撬出话之后，小远景会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可没想到他来得更勤了，最后更是以我男朋友的身份频繁出入我家。爸妈觉得吃公家饭的才是铁饭碗，对这个有公务员身份的小远景最满意不过了。要不是我极力反对，他们恨不得立马将我们绑到民政局领证。小远景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这事这么抵触。婉儿，你为什么对领证的事这么抵触？难道是之前被顾岩吓到了吗？你放心，我以我身上这套衣服起誓，我永远都不会对你家暴。小远景年轻有为，个子高还长得好，可就是他太优秀了，我总觉得不真实。我就是觉得太快了，我们才认识没多久，还是先在想处。我没说觉得自己配不上他，只随意找了个借口先搪塞过去。小远景也不气馁，而是跟以前一样，一有时间就来我家找我，和我出去约会，顺便和我爸妈以及我身边的朋友打好关系。这状态一直持续到半年后，警方宣布破了一个特大拐卖案，顾岩也参与其中，且他杀人的案子也全部调查清楚了，数罪并罚，顾岩被判了死刑。让我意外的是，顾父顾母对顾岩杀人的事居然真的毫不知情。可因为顾岩，他们村一同参与拐卖案的人都被抓了，顾父顾母回村后，才是真正地狱的开始。
我去警局给小远景送东西时，听见老远景说这些日子辛苦他了，我才知道这半年其实是为了保证我的安危，小远景才会频繁和我联系，贴身保护我。我没有出去和小远景对峙，而是选择了在手机上直接和他提分手。我回到社区楼下时，恰好碰到了顾父顾母，他们认定了我是害顾言被抓的罪魁祸首，猩红着眼朝我扑过来。你这个扫把星，我儿都是因为你才会被关在牢里，你还在这穿的花枝招展，到处勾引男人，老娘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我满腔的憋屈正无处发泄，索性直接和顾母对骂起来，但骂着还不过瘾，我们二人又扭打在一起。感谢这半年时不时拉我锻炼，教我军体拳擒拿术，我才能和常年干农活的顾母打个平手。顾建国，你是死人啊，还不快来帮忙，我今天要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顾父听到这话也赶紧来帮忙，双拳难敌四手，我很快就被顾母按在地上，好在没几分钟，顾父就被匆忙赶来的小远景拉开，我也趁机将顾母按在地上，拳头直接砸在他的脸上。我让你嘴臭，让你不教好自己儿子，让你在我烦的时候来打扰我，你不是要打我吗？来啊，看我们俩谁先死。都说软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顾母就是平时在横，此时碰到我这不要命的打法也害怕了，他被我打得鼻血口水直流，嘴里不断的求饶。我错了，我知道错了，别打我了。我停下自己的手，爬起来后还不忘狠狠踢了他一脚。我警告你，再来骚扰我，就不是打你一顿这么简单了。你儿子不仅参与了拐卖，还杀了人，坐牢枪毙那都是罪有应得，要怪只能怪你们做父母的没教好，别想把脏水泼在我身上，赶紧滚，以后离我和我的家人远一点，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远景走流程地问他们要不要回警局报案。顾母看着我偷偷扬起的拳头，拼命摇头，不去警局，我们这就走，这就走。顾父顾母气势汹汹地来，挨了一顿打之后又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了。小远景看着我疼得龇牙咧嘴，还不忘记威胁人的样子，噗呲一下笑出声。笑什么笑？我们已经分手了，你还来找我干嘛？我恼怒地瞪了他一眼，头也不回地往家里走。没故意笑你，就是感觉你刚刚骂人的样子挺可爱的。你别生气，我可以解释的。他猜到了我刚刚肯定听到了他和老远景的谈话，一边解释一边小心翼翼地看我脸色。他耐着性子哄了我1个星期，又亲自去找了同事替他解释，我这才相信他不是在逗我玩，也不是出于公务才来保护我，而是真的和我看对眼了。我也是从他同事的嘴里才知道，原来当初他们在局里商量由谁来和我对接保护我时，这小子立马主动请缨。在几个同事的逼问下，他期期爱爱地承认当初被我在警局骂人时的泼辣状迷了眼，觉得把我娶回家一定会很好玩。我千算万算都没料到，原来他居然喜欢这一款。心结解开后，我们二人的关系突飞猛进。爸妈经历了顾言的事，终于不再插手我的人生，任由我自己做主。我们在一起春暖花开的日子举办了一场小型的婚礼。婚礼上，那对姓何的夫妻也来了。婉儿，我可以这么叫你吗？我轻轻点头。这是我女儿出生时，我按照我们那边的风俗提前给她准备好的嫁妆。多亏了你，我们才能为她报仇，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如果不嫌弃，请你一定要收下她。我抚摸着眼前盘子里缝制好的少数民族嫁衣和一整套银质头面，一针一线都是这对夫妻对女儿的满满爱意，没忍住红了眼眶。顾言这个畜生，千刀万剐死不足惜，
我和小远景商量后，将原来的婚纱换成了这套嫁衣。当我穿着这套嫁衣出现在这对夫妻面前时，他们眼含热泪，仿佛看到了自己女儿穿着嫁衣嫁人的样子。这个画面牢牢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这可能是我重生之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的心灵小书馆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记得把这份温暖也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让更多人能在文字里找到慰藉。下一期心灵小书馆，我们会带着新的温暖文字与你相遇，不见不散呀，亲爱的朋友。